赖清德，台独法西斯，亲讲就是纳粹，他就是一个少数政权，不愿意妥协，不愿意退让，他只剩下暴力，用司法打击异己，为什么能放吗？再被赖清德倒下去 ，Oh my God！ 台湾不要玩了。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第一岛链风向全换了，只剩台湾，民进党对着干，这就是台湾的悲哀。所以823一定要去投票，自己的台湾自己救。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民进党政府现在像一台失速列车，拼命的在往前冲。国际情势，美国就是疯狂在收割盟友的韭菜，因为美国第三波帝国主义维持仰赖着巨大的军事投放，但这个军事投放现在是吞金巨兽，不但不能造血，还会失血。所以川普说他不好战，是史上最高军备1兆美元，这叫做结构性问题。所以美国的退化跟弱化叫做积重难返，所以他现在要靠外部吸血来补足，他就赤裸裸的向过去从来没有对他防备或对他防御力很低落的最亲密朋友圈开刀。G7、欧盟、日本、韩国、台湾，当然美国收割不到全球是有一些背景因素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他要收割啊，所以很多就开始改变方法了。比如说中国大陆到处跟人家签本币互换机制，当然这跟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几乎跟多数国家都作为最主要贸易伙伴国或直接就是第一名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也帮忙兜底。所以中国的崛起其实也是促成美国衰落的其中一个原因。美国没办法再那么容易收割到这些第三世界的南方国家非直接盟友，这也是为什么中美在贸易谈判上，美国怎么谈中国就是谈不下来，只能不断延长。结果具体展现在我们台湾的外部环境就很明确了。第一岛链日韩台非，日本现在石破茂的系统是自民党这个由美国人在战后亲手扶植起来的超长期超稳定的执政党里面最不亲美的派系。这么弱的首相，美国这只纸老虎竟然退，说日本我们没有叠加关税了。韩国直接调转枪头，最亲美最亲日的尹锡悦现在是阶下囚。菲律宾执政的小马可是非常亲美，直接在参议院选举里面败到透，连他老姐都叛逃去隔壁杜特地阵营了。只剩台湾民进党对着刚，这也是为什么过去1年多的时间里面，在野党的能量有这么的充沛，为什么馆长去大陆有这么高的关注，因为这就是世界的趋势，他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嘛。2024年台湾选举就是没有要让民进党继续干下去，抗中保台不会是台湾现在的主流。台湾人是有感觉的，战争是台湾人最惧怕，只要讲到战争，台湾人就 no no no， 我要两岸和平，我要两岸交流，我要两岸共荣，我要赚钱。国际环境的趋势，它就是往着中国崛起、美国退潮在推。你没有利用中国崛起这个事去跟美国做关税谈判，你当然被收割到无以复加。日本 4.17 兆美元的 GDP 总量，它投资额是5500亿美元；韩国 1.7 兆美元的 GDP 总量，它的投资额是3500亿美元；台湾 0.8 兆美元的 GDP 总量，我们的投资额上看6000亿，请问合理吗？况且日本那个投资是真的吗？已经直接讲了，哎呦，我们可能投资不到啊，更别说中东那些王爷，他们跟人家骗川普的，川普也是要被骗，反正妈嘎饮血也不在乎，有数字开出来能够嗨了就有抖内，抖内就有支持率，结束，这叫做时代大潮。所以为什么民进党什么都谈不到？因为你逆时代大潮而干，你有什么底气？再来，在战略层级上，你知道这个趋势之后，如果美国现在要我去投资 Arizona， 那我逆向操作，扩大我南京厂投资，扩大我在武汉的投资，那你觉得美国要怎么跟你谈？他一定会跟你好好讲话。最有名的例子不就是马英九在我们太阳花说法有够舔共，可是你看美国立刻开了最难的其中一个落地免签。美国在911之后非常重视国安，所以你的战略就打错了嘛。你不断用抗中，不断买美国武器，你就是个软柿子。再炸一点，美国担心什么？你赖清德倒了，换个政党上来，我还是可以操作你啊。然后战术层级的操作，用民意裹挟来跟美国对谈。哎呀，我们老百姓非常反对，这个真的签不了。你谈了，我回去也交代不了。国会不会过，你可以暗戳戳的跟在野党说，反正我们现在谈了，你回去就把它否掉，然后我们回去再谈，再把它否掉，那美国没辙，他也不会。结果你大局观没有，战略打法不见，他又非常的任人唯亲，所以战术操作失败。所以到底你还剩什么呢？哪怕现在你开始开放两岸交流，老美就会警惕了呢。所以今天民进党会失败到这种程度，赖清德谈判会这么的悲哀，最后结果不悲剧才有鬼嘞。
赖清德的问题不单单只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他背后代表是更深层次的台湾路线选择，而赖清德这个人的性格，他是不会有任何的退让，也因此他会用司法更加严厉的打击异己，用公权力更加严厉的来虐待政敌。温者能放吗？赖清德霸团登广告没事，反罢免的罗志强公车广告被台北地检署发公文调查，他还做着台湾独立的春秋美梦嘛？所以为什么726之后更加的拥抱青鸟？赖清德台独法西斯，因为他就是一个少数拥趸政权，他不愿意妥协，不愿意退让，他唯一诉诸的只剩下暴力。青鸟一开始就是纳粹，民进党集体的纳粹化，民进党集体的法西斯化的结果嘛，所以他一定越来越加激进，他只能不断这样做，因为这是他的核心底层逻辑，他把所有跟他不同的人都判为垃圾杂质异类嘛。今天台湾落了这副境地，是民进党一步，但是我告诉你，他绝对不会改，这就是台湾人接下来的悲哀。所以823一定要去投票，自己的台湾自己救2026到2028，蓝白没有任何分裂的本钱。我为什么全台跑那么多场？赖清德可以输100次，但是我们输不了1次啊！你只要输1次，他就有戒严的空间，台湾就没了。中国崛起，美国在退潮，但是这世界不是只有中美力量，还有这地缘上非常强悍的俄罗斯。但俄罗斯的问题是它的经济不行，所以它的战争没办法大输出嘛，所以战争才拖那么久。在这个势之下，我们看到美俄要来会谈，接下来大家很期待93中美俄真的有可能元首会吗93我觉得3巨头见面可能性应该不高了，未来也要看情势发展。最近中国大陆不管是几线的城市，都呈现出高楼大厦、科技化，还有一个绿化及对人的关照。我们台湾在民进党掌控的政权之下，只不过是在做分赃的工作，他自己内派系摆不平的离心离德就开始出现，赖清德就开始不断的把自己的人往上提。赖清德，你掌握最重要的总统大位，只想到你心中的台独梦，把它作为跟美国爸爸交易的筹码。现在我们看到无视于人民，无视社会经济能源的问题，甚至要强硬的去切割两岸，让两岸仇视对立，让女儿去打爸爸，让人民面对政治人物扫街的时候吐口水、比手势，这种是台湾人的善良价值吗？到了今天，台湾人都不了解到整个世界还受到媒体，然后司法人比他在乎职位的升迁，使得人民对司法的信任降到极低啊！所以已经快要破产的台湾，如果再被他搞下去，我们可能会变成失败国家啊！万一真的被罢免到几个 ，Oh my God， 台湾不要玩了。两岸的问题不要回避，中美之间已经形成这样一个对比。这10年，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武连第6代战机都出现第3款，马上福建舰就要成军，075还多了一艘，076也有一艘，然后它也试射弹道飞弹12000公里，先告知美国打到夏威夷的南部，美国国防部还感谢你先告知。在这种核武的吓阻之下，现在美国的对台政策已经战略退缩，因为战略模糊的前提是要有巨大的实力差距，而且现在美国自己在台高筑，而且自己把关税的高墙给建立起来，那将来一定会出现全球减美，使得美国以外的国际贸易环境会增加整合。中国对美国出口减少 9.9%， 但是跟东南亚增加 20%， 欧洲增加 15%， 大家彼此增加的情况之下，那你美国在西太平洋还有什么可为之处？所以关税从历史来看就常常是大退行。然后日本韩国觉得我过去欠你的我现在已经还你了，要我对你开放，然后你对我还 15%， 绝对翻脸的啦。不要忘记川普还有3年，我觉得川普的3年会把美国玩掉、玩垮、玩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去面对未来的台美关系、两岸关系？今天台湾的困境，全球大势之下没有办法抓到那个大势的脉动。第二个是中国的崛起，终于适应了现代化。现代化包含3项内容，第一个就是工业化的推进，第二个是人权的一个提升。人权叫做生命权、财产权、发展权。中国现在充分给予老百姓发展权。那第3项全球主义，就是不是只看自己，也不只看本民族，而是会关照整体人类的共同发展。所以从这整个格局来看，讲是完全在这个时代的后面。可是在北京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他就在推进一个伟大宏大的目标嘛。我已经不对赖清德做任何的期盼。